回到长安的董卓会如何处理朝政？他为什么会被吕布给杀害了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诛杀董卓及貂蝉的历史真相。191年4月，董卓来到了长安城外。虽然他在洛阳被孙坚打得狼狈不堪，但回到长安后依然是神采飞扬。文武大臣们早已等候在城外，用盛大的仪式迎接他的到来，包括此时的御史中丞皇甫嵩。董卓为了羞辱皇甫嵩，故意让他跪着迎接，还用言语挖苦了他。之后，他坐着干摩车，神气十足地进入了长安城。从此，长安便不再安宁了。2个月之前，他让汉献帝加封他为太师。太师这个官名最早起源于商朝，到周朝的时候进一步完善，组成了最早的3公，即太师、太傅和太保。秦朝的时候被废止，汉朝又重新开始启用，与3公的地位相当，但不具有实际的职权，大多只是心腹大臣的家衔。后来又称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和太子太保，都是太子的老师。老师去世后，一般也不再补充，所以很多时候这3个职位不是一直有人担任的。可见董卓作为相国还是不满足，又加封为太师。他就是除了皇帝暂时还不敢当，从古到今最大的官他都想当个遍。之后他将弟弟董民封为左将军，侄子董黄封为中军校尉，其他的宗族子弟也都入朝为官，董氏家族开始权倾朝野。接着他要改革币制，他下令废除了五铢钱，改用重新铸造的小钱。可是这种小钱的制作非常粗糙，百姓们不愿意使用，还在偷偷地使用五铢钱。董卓大怒，立即让司隶校尉去抓捕不听话的百姓，最终导致冤假错案频发，物价飞涨，市场混乱，而他自己则富得流油。他把搜刮来的财宝都送往自己的封地眉县，即今天的宝鸡市眉县，在这里专门建了一座物堡，城高7丈，董卓的亲族和直系军官都居住其中。里面除了存放珍宝和财物外，还有大量的粮草，足够30年之用。他自己曾自豪地说，如果能平定关东，那我就可以雄踞天下，即使最后失败了，我也可以守着煤物，安稳地度过此生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长安城的东边给自己修了一座堡垒，所有大臣都需要到他的太师府商议朝政。他对大臣们的态度极为傲慢，大臣拜见董卓都需要下车跪拜，而董卓则不需要回礼，下属稍有言语冒犯，就有可能被他当场处死。10月，他指使人诬告张温，说他与袁术勾结，随后张温就在长安城的集市上被活活地鞭打而死。满朝文武都对他敢怒不敢言，可是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何虞和郑泰等人对董卓不满，他们采用荀攸的计谋，说服了董卓亲近的越骑校尉伍孚，让他去刺杀董卓。然而伍孚刺杀失败后当场遇害，董卓便开始彻查凶手。最终何虞和荀攸被关入大牢，郑泰和华歆等人则逃出长安城，投奔了袁术。从此之后，董卓变得更加暴躁和多疑，连他最为亲近的义子吕布也不例外，经常醉酒后辱骂吕布。有一次竟然将一把戟扔向了吕布，幸亏吕布身手敏捷躲了过去，要不然就当场毙命了。吕布连忙跪下道歉，董卓方才消了怒气。可董卓的气消了，吕布的心却揪起来了。原因是他早就和董卓的一个婢女私通了，他担心此事是不是已经暴露，被董卓给察觉到了，那样的话他就必死无疑了。所以吕布变得惶恐不安。由于司徒王允一直厚待吕布，于是有一次吕布就将董卓差点杀了他的事告诉了王允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王允表面上对董卓极为恭顺，深得董卓的信任，其实暗地里却一直与师孙瑞和杨赞等人谋划着刺杀董卓。于是吕布的这次诉苦立即就让王允抓住了机会，他开始试探吕布，并将刺杀董卓的计划全盘托出，希望他能做内应，共同诛杀董卓。吕布有些犹豫，说他和董卓毕竟是父子，不好下手啊。王允却告诉他，他姓董，将军你姓吕，又不是亲生骨肉，何况你现在应该是保命要紧，他都要杀你了，你还谈什么父子之情呢？于是吕布被王允说动，准备诛杀董卓。
而且此时正是刺杀董卓的绝佳时机。董卓的将领们董越和张继驻守在弘农，即今天河南灵宝市东北的黄河沿岸，负责阻挡孙坚。牛辅、李傕、郭汜等人则领兵出征关东，劫掠粮草去了。他的弟弟董民和侄子董黄等人则驻守在眉坞，所以长安城里最为信任的人就只剩下吕布了。192年4月，在王允的策划下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一天，汉献帝大病初愈，召集群臣在未央宫议事，董卓一定会来参加。于是王允让师孙瑞提前写好诏书交给吕布，让骑都尉李肃以及秦毅和陈魏等10多名勇士伪装成宫门卫士，手持长戟，在北邺门等候董卓。邺门指的是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，大臣们进殿只能走邺门。董卓收到消息后，便准备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，可刚出发，马匹就突然受惊，将董卓摔到了地上，浑身都是泥土。他只能返回家去更换衣服。这时他的少妻劝阻他说，这不是个好征兆，你最好还是别去了。可董卓觉得长安城里还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威胁，何况还有吕布保护他呢，所以就没有听从。但为了谨慎起见，他还是在朝服的下面穿上了铠甲。然后他再次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。当他来到北邺门外的时候，李肃等人突然手持长戟冲了出来，刺向董卓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董卓在朝服之内竟然还穿着厚厚的铠甲，根本刺不进去，只是刺伤了他的手臂。董卓大惊，连忙呼叫吕布。这时只见吕布缓缓走到董卓的对面，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诏书，告诉董卓，我可是奉旨讨贼的。说完，吕布便和众人一起当场斩杀了董卓。至此，董卓终于走完了他这罪恶的一生。董卓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，长安城立即就沸腾了起来。士兵们高呼万岁，百姓们载歌载舞，有些人甚至来不及回家取钱，立即当掉身上的珠宝换成酒肉，开始大肆的庆祝。接着皇甫嵩也率军出发了，他要前往董卓的封地眉县，去攻打驻守在眉坞的董民和董黄。最终董氏全族被诛杀，眉坞里珍藏的2、3万斤金、8、9万金银以及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的粮草全部收归了朝廷。董卓的尸体也被拖到长安城当街示众。由于当时天气炎热，董卓肥胖的尸体竟然开始晒得流油了。手势力找来一根灯芯，插入了董卓的肚脐眼，点燃起来后竟然光明达曙，如是今日。然而用董卓的身体燃烧的这盏灯，虽然烧灭了董卓，却并没有照亮大汉王朝的黑夜。长安城里狂欢的老百姓更不会想到，董卓的死并不会换来太平，相反，更加混乱的局面才刚刚开始。讲到这里，或许很多人会有疑问，怎么没讲貂蝉呢？貂蝉与西施、王昭君、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。可她与另外3位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她并不是历史真实人物，而是虚构出来的。她最早出现于元代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这是一本讲述民间传说的书。她是这样介绍的：貂蝉姓任，名叫貂蝉，是吕布的原配妻子，因为战乱才与吕布失散，然后才成为司徒王允的义女。后来的元杂剧《夺戟》则介绍她姓任，名叫洪昌，因为进入宫廷后掌管貂蝉官，所以称她为貂蝉。在后来的元杂剧《连环计》给她补充了家庭情况，说她的父亲名叫任昂，家住在滨州九原县的木耳村，即现在山西省忻州市东南3公里的木之村。到了元末明初，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正式推出了《三国演义》版的貂蝉形象，被大众所熟知。因此在正史中并没有貂蝉的记载，董卓的死也和他无关。不管怎样，董卓已除，王允和吕布成为了最大的英雄。王允被任命为录尚书事，掌管朝政；吕布被拜为奋威将军，封为温侯，共掌朝政。那么王允是如何执政，又是如何安抚董卓旧部的？董卓的部将们会俯首称臣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